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刘宇宁直播回应将门毒后，被溜饼反而显价值。刘宇宁又双弱被溜了。直播镜头前，他笑得像个没事人，手一摊，嘴一咧，我没接过剧本，8个字，第800次澄清。将门毒后男主早800年就说不演了，网友不信，营销号不罢休，资本还在试探，这饼热了800回，每一次都拿刘宇宁的名字当柴火。他无奈也坦然，能被拿来溜，说明我还有点用。这话听着心酸，细品竟有几分黑色幽默。内娱的溜饼学，刘宇宁是活体教材。溜饼不是美食，是娱乐圈的慢性毒药。先放风某顶流将出演某大剧，名字一挂，热搜就爆，流量来了，话题有了，官宣不存在的，最后轻飘飘一句还在洽谈中，人早换掉了。刘宇宁就是那个总被挂上去的洽谈中。将门毒后转了3年，男主换过5轮人选，每次风吹草动，第一个被 Q 的是他。站姐暴徒，营销号起哄，刘宇宁进组了，路透实锤。结果呢？剧组连剧本都没记过，他直播里苦笑，我连角色叫啥都不知道，连剧本都没摸过，人设先塌了3回，冤吗？太冤了。可这冤还不能喊，喊了就是蹭热度，不喊粉丝急得跳脚。哥哥快辟谣，他辟了800遍，辟谣都快成个人综艺了。最离谱的是，有人问他脱粉怎么办，他眼皮都不眨，走好不送。这态度洒脱的让人想鼓掌。别人塌房，粉丝挽留，他不演戏，粉丝催他演。内娱奇观，活人刘宇宁，别人被溜，沉默是金，他被溜，还得亲自下场解释。你不解释，就是欲擒故纵；你解释，就是此地无银。破折号这锅，他背了太久。将门毒后原著粉多 ，IP 大，制作方想炒热，炒谁？得挑个有流量、有争议、有话题的主。刘宇宁完美符合条件，演技有争议，有；路人缘2级，有；粉丝战斗力强，有。一挂他名字，骂声与热度齐飞。这不，去年赚他进组，微博骂上热搜；今年又赚，他又直播澄清，反反复复，像极了爱情。可笑的是，他本人压根没收到邀约。截至2025年10月7日，连具体日期都报了，严谨的像在开新闻发布会。内娱的时间管理比不上刘宇宁的辟谣管理。省略号，这饼到底什么时候能凉？有趣的是，刘宇宁不恼，反而自嘲，溜我还能有话题，溜别人水里。这话听着像认命，其实是清醒。他看透了这套游戏规则被利用也是一种价值。你不红，没人溜你；你没话题，没人拿你炒。他被反复溜，恰恰说明他还站在牌桌上，别人糊了，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。他呢，年年被溜，年年在热搜上走一遭，这算不算另类的顶流认证？笑死！但细想，有点心酸。溜饼产业链早已成熟，放风发酵否认，换人再放风再否认，循环往复，每一环都有人赚钱，唯独一人白白挨骂。刘宇宁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可他选择了一种特别的应对方式，不撕不怒，笑呵呵的把刀递给你，还帮你摸了摸。你们爱溜就溜吧，反正我也跑不掉。这种豁达像极了成年人的妥协，但妥协里
藏着锋利。他每次直播澄清，都是在打脸那些造谣的营销号，用最温柔的语气说最狠的话。单句段落来了，他早就不在乎了。流量游戏，他玩得明白。热搜，拿来吧你！骂声当背景音，他只演自己。综艺里，他是鬼见愁；唱 live， 他是稳如老狗。演戏，他不争不抢，可但凡有点风吹草动，全网都在替他争。粉丝急，路人气，营销号更急，仿佛他不当男主就是娱乐圈的损失。可他本人呢？直播吃泡面，跟粉丝唠嗑，别买亲签，假的，别骂了，真没这事儿。活得像个反内卷先锋，别人拼命营业，他忙着拆营业；别人想红，他想清静。有人说他糊了，糊，他天天在热搜上遛弯。你说他没作品？珠联玉幕数据爆了，一念关山口碑稳了，演唱会一场接一场。糊，他只是不按套路出牌，他不需要靠一部剧翻红，因为他压根没掉下去过。顶流的定义被他重新书写，在寥寥将门毒后，原著粉期待高，选角争议大，制作方怕担责，于是先拿刘宇宁试水，水热了换人上，水冷了再提他名字，循环利用，环保节能。可他们忘了，刘宇宁不是工具人，他有嘴，会说话，还会直播。每一次澄清都是对资本的一记耳光。我拒绝，我没接，别再转了，简单、直接、有效。超长剧来了。尽管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算计与流量博弈的名利场中，无数艺人被资本与营销裹挟着身不由己的前行，而刘宇宁却以一种近乎叛逆的坦诚，在直播镜头前一次次重申自己并未参与那些传闻中的大制作项目，用近乎固执的透明对抗着行业里根深蒂固的溜饼潜规则。这种不合作却又无法被忽视的姿态，反而让他在被动中构建出一种独特的主动话语权，堪称荒诞现实里的一股清流。他不演将门毒后，可能永远不会演，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不再为别人的剧本买单。单句段落再来，被溜也是一种江湖地位，他早看透了，你也该懂了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制作方，你会拿谁去溜饼？是选一个毫无水花的糊咖，还是选一个骂也能骂出热搜的活人？答案不言而喻。刘宇宁知道，我们都懂，他不是冤大头，他是内娱的测试指标，热度够不够，溜他试试，话题有没有，挂他看看。他站在那儿不争不抢，却成了最亮的那根避雷针。最后问一句，你还相信传闻吗？下次看到某顶流将出演某大剧，会不会先问一句，刘宇宁知道吗？